回到99的沙巴漫游频道。那我现在在沙巴大学附近的一个 resort 叫做 Nexus Golfing Resort， 我老公经常会来打高尔夫的，这边的环境真的是超漂亮，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来这边要看一下，就算你不住这边了，我是觉得比夏威夷都要漂亮。它的中文名字呢叫做加兰文莱度假村，这个度假村有自己的高尔夫球场18栋的。我们周末一般都会找各种不同的项目去游玩，那宝爸刚好找到这个加兰文莱，他周末一天房间才288，所以我们就定了。听本地人说，当时它刚刚建好的时候呢，被称为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它的位置离市区比较远，是在沙巴大学附近。高大的中庭式空间和大量的使用自然材料，我问了 Google AI， 这种设计风格呢是婆罗洲设计。我觉得这种具有当地特色的设计，无论经历多少年，就算100年后，也还是很适合这边的环境的。哇，好美啊！这样子才288一晚，而且因为母亲节还有就是各种券有优惠。不过我们真正拿房间的时候，爸爸才跟我说，由于他拿的是折扣券了，所以我们要走到比较里面的一个房间，而且是没有翻新过的，所以房间是比较旧的。这也太美了！哇，这边有池塘，那边有海。这样看上去是一个 long house。 其实做博主呢，都一定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批评啊，甚至是谩骂，而且是完全黑白颠倒的。所以我有时候就真的是需要每个周末出来走一走，看一看美好的世界。真是美呀！小池塘，海边，要山要水全都有。这边就是天堂了。就是没有在这边长期生活的人，你是不会明白为什么我会这么喜欢这个地方的，因为真的是远离城市的喧嚣。里面有小青蛙吗？还有没有蝌蚪？有没有觉得这里很像莫奈的睡莲那幅画？太美了，这边。怪不得爸比要来这边。其实回想一下，我的成长过程还算是正常的，并没有卷过分数，也没有为了一定要上名校而拼搏。就算到现在你回头看，我们当时的学霸也真的不一定有那些学渣混得好。那这集就跟大家聊一聊我所看到教育未来的发展有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海天一色。我觉得未来读名校的认可度可能会越来越低。看到个帖子差点没笑出来，上面写其实我考上哈佛，但是被退学了。很多年以后，传言在这1年考上了许多人，但是不幸都被退学了。下面有人跟帖问，你说的是哈尔滨佛学院吗？其实我觉得特里普他这次整的这个封杀哈佛，这根本不是为了真正的封杀哈佛，或者是拿到留学生的名单，而是呢借此机会来卖他的500万美元的美国金卡。特里普作为一个商人，我们就以商人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他怎么想的哈。就是哈佛肯定又有钱又有权又有能力的家庭才会把孩子送得进去嘛。那500万美元对他们来说应该是水啦。所以现在能够完成美国名校的学子呢，基本上都是富家子弟，寒门出贵子，这种情况已经不会再发生在现在的这个大学名校系统里面了。叫贵宾楼啊，哇，好美啊，这边真的太美了。由于入住1天是288，还包了2张免费的早茶券，于是我们就来到这个早茶的地方。我们当天是有特价，所以你去订的时候不一定有这个价。它的 stay 就有2个人免费，是58一个人的这个点心。他们的早茶说实在话真的很一般，
所以呢，如果你是喜欢吃早茶的话，就是我觉得在外面，就是不是在酒店里面吃的会更好吃一些。其实我觉得在沙巴酒店里面的食物呢，就只能说是比起外面那些来讲呢，就是差了一个等次的，而且价钱比较高。但是我们是来吃环境的嘛，所以就不要有太多的期待。在讲回孩子教育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孩子出来见一下世面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就好像我当年去美国留学的时候，的确是开拓了我的眼界的，令到我跟国内的人可以说是有2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当然我是赶上好时候了，因为我去留学的时候是25年前，我去的社区大学里面几乎没有一个人是中国大陆来的。那转到圣荷西州立大学的时候，里面的中国人也是非常的少。其实我觉得人生最怕什么，就是随波逐流，任何事情做都要趁早，因为任何一件事情它都有周期。我们先看看房间啊，就是很古老的 sink 跟 tub， 超级有年代感的。哟，这个小孩啊，有一个哇，但是这个海景简直太美了。Oh, it's worth it. It's worth the walk. 太美了。哎，其实我们直接走过去那边就是沙滩了，这比夏威夷美多了。288马币实在是物超所值，但是宝爸说，因为这个酒店呢，它其实是在翻新当中，所以我们租了一个比较老旧的房间，那旁边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叮叮当当，就是装修的声音，所以才会有这个价格。用比 motel 还要低的价格住出了夏威夷5星豪华度假酒店的感觉。那像是我那个年代呢，去美国留学，其实留下来的方法也有很多，就不像现在的这种身份那么难搞啊。Timeless design， 最适合这边的建筑的风格就是这样子的。包括我后来去做亚马逊的卖家，那个时候也是因为我进的够早，我也是处于在一个它的发展期，所以我在入驻亚马逊的时候呢，亚马逊根本就没有查过我任何的资质。而且当我注册好之后，我当时大概手上有100多件产品吧，第2天早上全部卖光。那其实已经是10几年前的事情了。那当时如果你做美国亚马逊的话，那就是会发财的，无论你卖什么产品都是立刻就卖掉的。但是你再看今天，因为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夕阳产业，你就在美国卖货真的是越来越卖不动了。一个是竞争太多，卖家太多，知道的人也太多了，买家呢现在口袋里面又没钱了，因为现在美国经济并不是说那么好。所以我经历过这个周期之后呢，我就发现一个真理，就是你千万不能做随波逐流的事情，就是要在大家都没有看好，大家都认为很不行的时候你进来才有前途。当大家全部都在做一样事情的时候，赶紧脱身，千万不要再做了。这就是做亚马逊卖家真实的惨痛最后2年的经历告诉我，见好就收，激流勇退才是真理。其实有很多风言风语啊，就是说您是在美国混得不好才离开的。那的确我们最后几年也是遇到了一堆的诈骗，就感觉回回都上当，当当不一样，遇到的人和事都让我觉得那个以前曾经阳光明媚的加州已经变得像地狱一般的阴暗。不单只是我们，而是很多人都遇到各种各样类型的骗子，一度我都觉得美国是骗子的天堂了。不过现在回看啊，美国的确是骗子的天堂。现在的美国，只要你肯埋没良心，你就能混得不错。那些在国内失信的人啊，一般第一个选择就是跑到美国去。就代表人物就有假会计，他也是用了美国合法的事情，用信托来躲避债务，这个也是非常高招啊。而美国的法律其实有很多的漏洞可以钻，那研究透这套系统的人就能玩弄这套系统。所以美国顶尖的人才不是在商学院就是在法学院。
那我们一般老百姓就是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的。这些呢，都是得等你赚到钱之后才能够看到他们耍的花样。如果在美国只是打工的话，你其实是见不到这么深层次的黑暗的。后来我们在美国最后的几年，我已经感觉美国的那个气已经很不对了，就是越来越邪恶。美国已经不再适合孩子的成长了。那选择沙巴，除了因为我老公是沙巴人之外呢，我跟我们美国的朋友聊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也没有人看好这个地方。就算你跟西马的人聊，他们也是完全不了解东马的状况的。你敢相信80%的西马人是没有来过东马的吗？所以在我们看来的话，东马就是一只非常有潜力的黑马。而且相比起西马这边的种族更加融合，就是随便进一个餐厅你都能看到不同种族的人能够在一起聊天交朋友。这边就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养孩子的地方，而且我们的支出肯定是要比在西马那边生活的话是低了一半的。我看到西马的博主一个月的支出在3万马币左右啊，宝爸算了一下，一个月大概支出是在1万4左右。我们有3台车，有司机，有保姆，孩子补习呢，一个小孩大概600多马币一个月。而且我们花钱基本是没有怎么看价钱的，可以说是生活质量更高，但是支出更少。具体少多少呢？一年算下来大概省了20万，5年算下来就是100万。那你用这100万去买房、买地、买其他的产业，不更好吗？你想，大概5年能省100万，10年下来的话就是200万了。用这个钱，我都可以买个地屋来收租了。下雨了。Sunset Bar。其实我对于就是出来读书、出国读书的这个看法呢，一直就是它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最重要的是，通往的是什么世界？你学的知识其实都是其次，而是你通往的这个世界究竟是天堂还是地狱？其实既然已经出来了，就不要再想着要回去卷什么文凭了。这沙巴呢，也有很多人才离开，但是到最后，大部分人还是回来了，因为发现比这边舒服的地方，真的全球都没有几个了。很多沙巴有钱人对孩子的态度就是出去看世界、学习，回来建设自己的家乡。虽然这边发展真的很慢，但是这边的人不急躁，而且各种机会和空白非常的多。只要能够解决一个社会问题的话，其实整个行业都是你的。其实我也不期待我的孩子能够成龙成凤、出人头地，只是希望他们未来遇到困难能够有解决问题的勇气跟能力。我也希望孩子是自由的，不要被格式化。当然了，我也希望他们能够留在沙巴这个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健康快乐，能够为社会做一些贡献就好。很多家庭呢都是把马来西亚当成跳板，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没有把沙巴当成跳板的，反而活得比把沙巴当跳板的要好很多。那我所了解到的很多留下来的人，他们都在沙巴成家立业，有自己的企业，活得都相当滋润。但是如果去欧美国家的话呢，那可能最好的出路就是有一份比较不错的工作。但只要一谈到开公司做企业，那肯定是在亚洲比在欧美国家要好很多。尤其如果是能够对接到资源相关的，比如说是石油、天然气啊、木材啊、油棕啊、建筑啊，各个类型的自然资源的话，那就是锅天的富贵。但如果接触不到这类行业的话，就像是建筑相关的、旅游相关的、服务类行业相关的，也都是能够达到小康水平的。这边资源多，人口少，所以平摊到每一个人的头上的话，其实资源是绝对够用的，绰绰有余。但是在别的地方就不好说了，我是仅限婆罗洲。其实很多人说沙巴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对于我们来说，看到问题才是好事。如果一个地方那么的完美，那需要你来做什么呢？它发展已经到头的地方，相对来讲是没有那么多机会的。所以我们当时也是没怎么考虑发达国家，我们的感觉是发展中国家它财富的积累是更快速的，肯定是得在低位进场，高位卖出。那我们离开美国也是抱着这样子的心态的，因为美国永远给不了我们家的感觉。其实在海外时间长了之后，你是自己心里面很知道到底这个地方是不是你的家。其实所谓的天堂不过是我们心中那片宁静的归属。
这边用它最原始的美教会了我们放慢脚步，感受生活的呼吸。真正的幸福不在名校的光环里，不在无尽的追逐中，而是活在当下。